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查理斯目，我是查理博士，坐標加州硅谷。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的結果裁定，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並未授權總統徵收關稅。最高法院的裁決廢除了去年美國總統川普在解放日宣布的針對全球多數貿易夥伴的廣泛性關稅。根據耶魯大學的預算實驗室和彭博經濟社的分析，這將使得美國的整體平均關稅稅率從之前的16.9%立即降到9.1%，影響極其深遠。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解釋說，總統必須先得到美國國會的明確授權，才能擁有不受限制的關稅權利，而現在他無法做到這一點。大法官強調，對於這種影響整個美國經濟、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的政策，屬於重大的問題。如果國會沒有清晰、直截了當的授權，那麼川普總統不能夠通過創造性的解讀舊法律來行使這種權利。而對於最高法院的判決，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表現得非常憤怒，他稱這項裁決是國家的恥辱，並表示最高法院受到了外國利益的影響。他對於自己提名的大法官尼爾·戈薩奇和艾米·巴雷特感到絕對的羞恥，稱他們沒有勇氣為國家做正確的事，並形容他們是激進的左翼和溫和派共和黨人的走狗。此外，川普明確表示，法律阻礙不會停止他的關稅政策。他宣布，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簽署總統行政命令，立即對全球進口商品徵收10%的臨時附加關稅。此外，他還表示將啟動一系列新的貿易調查，為未來徵收更高關稅做準備。對於企業最關心的關稅退還問題，特朗普的立場非常強硬。他預測退稅問題將導致長達數年的法律訴訟。他說：“我猜這件事得打上2年的官司。”那麼，川普的關稅2.0政策對於哪些行業有利，對於哪些行業不利呢？查理認為，對於供應鏈複雜的智能手機、電腦和家用電器，川普宣布的10%全球基準關稅會直接推高拿貨的成本，最終由零售商和消費者買單。此外，在汽車製造方面，它的零部件依然面臨高額的課關稅，那整車的生產成本依然會顯著的上升。而衝擊最嚴重的，則是像耐克、Lululemon 等所屬的服裝快消品牌行業，因為他們對成本極其的敏感，而且利潤率很薄，10%的新增關稅足以吞噬掉這些企業的盈利空間。有趣的是，周五的美股盤面清晰地顯示出，大資金正在從傳產業和價值股中流出，轉而買入之前被拋售得很慘的科技股。我們可以看到，美股的頭部企業當中，漲得最好的股票是以谷歌、亞馬遜 Meta 為代表的大科技。而反過來，前幾周被資本熱炒的必需消費品類，包括沃爾瑪以及能源、醫藥板塊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強生製藥，今天反而跌得最重。查理在2月17日的節目中就有提醒過朋友們，現在確實是可以考慮逢高止盈沃爾瑪 XOM 的好時機，因為他們的股價已經脫離了基本面，有過熱的風險。事實上，雖然現在還處於早期階段，但我們確實有機會看到，接下來華爾街的熱錢又從高股息、高分紅的 SCHD、醫療健康的 XLV 以及波克夏等防禦型資產轉向最近被打壓得很慘的大科技股票，包括像微軟、谷歌和 Meta 等巨頭，他們正在砸錢瘋狂地建設 AI 數據中心。而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終止了對於針對半導體、芯片等零部件的廣泛加徵關稅，這就會使得他們架設服務器的成本顯著的降低。實際上，這可以緩解這些科技巨頭的 Capex、AI 資本支出的燒錢壓力，從而有利於他們股價的反彈。在這裡給朋友們做一些思考。那今天谷歌的股價大漲了4%，領先於其他的巨頭。這是因為2月19日，谷歌正式推出了 Gemini 3.1 Pro 最新的大語言模型，並且它將此次的更新定義為核心推理能力上的飛躍。在衡量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潛力抽象推理測試當中， Gemini 3.1 Pro 拿下了77.1%的超高分，而此前的 Gemini 3 Pro 僅為31.1%。
這就意味着它的邏輯推理能力提升了1倍有餘。那在獨立測試 Humanity's Last Exam 人類最後的考試中，Gemini 3.1 Pro 以44.4%的得分超過了 GPT 5.2 34.5%和 Cloud Opus 4.6 40%的得分，冠絕群雄。此外，谷歌将它的最新智能体平台 Google Antigravity 全面接入了3.1 Pro 模型，使其在自動執行複雜代碼庫遷移、重構和風險評估方面變得非常的穩健。Gemini 3.1維持了100萬 token 的超長上下文窗口，但在處理大規模數據的時候，它的事實一致性和指令遵循度有了显著的提升，不再像3.0版本那樣偶尔胡言亂語。而我们普通用戶现在可以直接在 Gemini 的 APP 当中使用3.1 Pro 版本，也能将 Gemini 安全连接到個人的 Gmail、照片和日曆當中，提供更加具有私人語境的助理服務。那在科技股飽受關稅政策折磨的檔口，谷歌通過其底層技術的重大更新，向資本市場釋放了 AI 護城河依舊深厚的強烈信號，確實是基本面相當穩健的全能型 AI 巨頭。Gemini 雖然非常完美均衡，但是 AI 工具的標杆目前依然是 OpenAI 的 ChatGPT。2月13日 ，OpenAI 推出了全新的 GPT 5.2系列，它的思考模式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字生成，而是在進行真正的邏輯推演。ChatGPT 不再只是一個對話框，它是一個能幫你寫代碼、跑程序，甚至自動去互聯網的各個角落翻閱財報，並且生成30頁分析報告的超級員工。如果我們要尋找那個不斷打破上限、不斷定義 AI 還能做什麼的領跑者，那這個行業的標杆依然還是在 OpenAI 的手裡。作為 AI 編程的核心功能 Codex 一直是 ChatGPT 抗衡 Cloud 模型的殺手鐧。Codex 不僅能寫一行行的代碼，更是能夠理解複雜的工程需求。比如說，你給它一個 GitHub 的鏈接，它能夠自主分析整個倉庫，然後按照你的要求完成大規模的代碼重構或者版本遷移。有了 Codex 這個工具，企業在開發軟件的成本和門檻正在大規模的降低。以前需要一個10人的團隊開發3個月的模塊，現在可能只需要1名架構師帶着 Codex， 在1周之內就可以完成，相當的驚人。那除了谷歌 OpenAI 之外，AI 領域最頂級的玩家就屬 Anthropic 公司了。如果說 OpenAI 是追求極限能力的先鋒，那麼 Anthropic 則是追求安全與對齊的學院派。它是由 OpenAI 的前研究副總裁 Dario Amodei 和他的妹妹 Daniela Amodei 於2021年創立的，非常的年輕。當時 OpenAI 接受了微軟的巨額投資，逐漸從非營利組織轉向商業化。Dario 擔心 OpenAI 在追求模型能力的競賽之中，忽略了 AI 安全，因此他帶着10名 OpenAI 的核心員工離職，創辦了 Anthropic 公司。他們的目標是構建可靠、可解釋且可控的 AI 系統，甚至在法律層面將公司註冊為公共利益公司 （PBC）， 以確保安全研究優先於商業利潤。在之後不到5年的時間裡 ，Anthropic 的崛起速度甚至超過了早期的 OpenAI。它的背後站的是亞馬遜和谷歌的大力支持。亞馬遜已經累計注資超過100億美元，而 Cloud 模型已經成為 AWS 雲服務當中 AI 能力的核心支撐。谷歌也在 Anthropic 背後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到了今天，它已經發布了 Cloud 4.0 大模型，其中 Opus 4.0被認為是目前全球範圍內唯一能與 GPT 5.2正面抗衡的模型。Cloud 的核心競爭能力在於它強大的 AI 編程以及代理工作流的能力。它不再是只寫一段段代碼，而是能夠像人類工程師一樣自主探索整個代碼庫，尋找 bug， 並且提交修復方案，非常的智能。Cloud 4.6 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像人類一樣操作電腦的成熟模型。它可以移動鼠標、點擊按鈕，而且可以在不同軟件之間切換來完成跨平台的複雜任務。此外 ，Cloud 內部有一套明確的行為準則，使其在處理敏感、道德爭議或者反人類的測試當中，表現得比 ChatGPT 更加禮貌、客觀而且堅定，人性化十足。如果你是一個追求極致生產力的開發者，或者是需要處理海量文檔的分析師，那麼 Cloud
目前是比 ChatGPT 更好用的生產力標杆。那除了 AI 御三家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之外，軟件行業的傳統巨頭 Meta 和微軟近期也在緊鑼密鼓地開發自己的大模型。根據最新消息，Meta 正在秘密研發兩款代號分別為 Avocados 牛油果和 Mango 芒果的下一代 AI 模型。這兩款模型是扎克伯格在2025年夏天大規模重組 Meta 之後，由新成立的超級情報實驗室 MSL 打造的首批旗艦產品，旨在全面反擊 OpenAI 和谷歌。其中 Avocados 牛油果被視為 Llama 系列的繼任者，專注於文本生成的邏輯推理與代碼的編寫。Mango 則專注於圖像與視頻的理解與生成。而這兩款模型的幕後推手是由年僅28歲的 Scale AI 的創始人 Alexandre Wang 領導的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2026年1月，Meta 的 CTO Andrew Bosworth 在達沃斯經濟論壇確認，這兩款模型的首個版本已在內部完成交付，且效果超出預期。和之前的開源大模型 Llama 系列不同，Avocados 模型這次走的是和 ChatGPT 一樣的閉環路線，這也就意味着小扎以後可以通過 Avocados 和 Mango 模型直接來賺錢。這對於 Meta 的營業收入、利潤的增長絕對是非常有好處的。查理認為，如果 Meta 的閉源大模型能夠取得 Gemini 一半的成功，那 Meta 股價今年之內突破900美元都不是夢。目前，公司內部的目標是在2026年上半年正式向公眾和開發者開放這兩款大模型，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最後，我們來看看微軟，作為軟件之王，它也終於不甘心只受 OpenAI 的擺布，想要開發出屬於自己的大模型。由它的 AI 人工智能 CEO Mustafa Suleyman 領導的團隊開發，代號為 MAI-1 的系列模型，已經於去年秋季正式開始測試了。目前，微軟推出了 MAI 第一代的基礎文本模型、語音生成模型以及圖像模型，作為 Copilot 中用戶可以選擇的功能。然而，真正能夠扭轉 MSFT 股價頹勢的，還是今年下半年將要發布的下一代巨型模型 MAI-2。它也利用了微軟最新的 GB200、GB300 超級計算集群進行訓練，功能方面全面對標 ChatGPT 5。2026年是微軟 AI 獨立的關鍵年份，雖然微軟依然是 OpenAI 的最大投資者，但是 MAI 系列的正式推出意味着微軟已經擁有了完全自研的高端替代方案，以應對可能的合規風險和商業博弈。畢竟在這場 AI 長跑當中，微軟只有把大腦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王座才會坐得穩，是不是？好，我們小結一下。美國的5家頂級科技公司，他們發布或者在研的 AI 大語言模型分別是 Gemini、ChatGPT、Cloud、Avocados 和 MAI-2。其中 OpenAI 的 ChatGPT 用戶月活量居然高達33億人次，遙遙領先其他的競爭對手。而 OpenAI 在二級市場的估值已經逼近9000億美元，一旦在年底 IPO 上市成功， OpenAI 很可能直接跨入萬億巨頭的俱樂部，和禮來、波克夏哈撒韋、沃爾瑪等龍頭企業的市值相當。排在第2名的大模型是谷歌的 Gemini， 月活用戶也高達7.5億人次。Gemini 整合了谷歌的原生生態系統，包括擁有海量用戶的 Gmail、Google Calendar、YouTube 等等功能，可以無縫銜接，打造用戶體驗極其絲滑的個人智能體。而 Anthropic 的 Cloud 大模型以 AI 編程和科技架構為主，很可能成為未來企業的軟件開發端首選工具，也是近期屠殺傳統的 SaaS 軟件公司的元兇。沒辦法 ，Cloud 實在是太厲害了 ，Vibe Coding 的絕配砸爛了軟件業的護城河。而最近股價表現疲弱的 Meta、微軟，他們也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危機。除了大規模砸錢建數據中心、買 GPU 搭建計算集群之外，這2家科技巨頭當務之急就是打造自己的 LLM。如果他們搞不出來，那麼這2家科技巨頭的市值還可能日漸萎縮，被谷歌拉開幾個身位不說，未來都有可能被 OpenAI、Anthropic 公司超越。當然，目前查理還是對扎克伯格、納德拉保持信心，也期待着 Meta 和 MSFT 的股票能夠 V 型反彈。查理預計，隨着 OpenAI、Anthropic 以及伊隆馬斯克的 SpaceX 在2026年年底和2027年年初集體上市，美股市場持續了3年多的大牛市將會就此終結。
在 AI 資本支出枯竭之時，就會是曠日持久的熊市的到來，凛冬將至的含義啊！當然，朋友們不需要特別擔心，現在離牛熊的分界點還有幾個季度的時間，而查理的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也會為大家做好風險控制，提前和朋友們預警，咱們到時候在短期美債裡過冬，好不好？而等到2028年甚至更久之後，美股的牛市再臨，我們到時候就可以 all in 美股，槓桿拉滿，大賺特賺一筆，是不是皆大歡喜啊？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2月20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和之前一樣 ，CI 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持倉比重保持在95%，把剩下5%的資金放在超短期美債、USFR、SGOV 或者 SHY 中。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以及科技類指數都超過了系統給出的買點，我們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而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優質股票，分別是波克夏哈撒韋、Advanced Money Devices（AMD） 和 Palantir， 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最新持倉情況，和之前一樣，查理最近也沒有新的動作，還是堅持持有微軟、Meta 和科技指數 IYW。到了2月20日，漲得最好的股票依然是量子計算 ETF QTUM、股王英偉達、帶槓桿的聯合健康 ETF UNHG 以及標普500動量指數 ETF SPMO。目前 CI 投資組合的前6大持倉依然是微軟佔比 51.5%、Meta 佔比 13.4%、科技指數 IYW 佔比 9.1%、標普500動量指數 SPMO 佔比 7.6% 和亞馬遜佔比 7.4%。和往常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您想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訊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頻道會員，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您認為 Meta 和微軟能否推出有競爭力的大語言模型？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一貫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周末愉快，心情舒暢。我們下周的節目再見。